大家好，张恒再次豪爽爆开了一个1.6亿片酬的大瓜，让热衷吃瓜的内娱群众再次跌到了心情的谷底。因为比较起一线艺人的雷霆收入，平凡人没有个几百年的美好愿景是无法实现的。这场娱乐大戏的拉锯战，双方的策略各有千秋，彼此的攻守互有输赢。张恒这个高级心机 boy 遇上郑爽这个高级傻甜妞，真可谓绝配鸳鸯，一语不合就大打出手，你死我活。而且似乎心机 boy 还技高了一筹，因为他在跟郑爽爱情短跑的交往期间里所收集的黑材料明显不少，而且分明是一开始就抱定了这辈子吃定你的卡拿药的心理准备。如果被我不幸言中，他甚至极有可能早就设计铺垫好了陈冠希老师的某些手段和做法。或许在尽量不触犯法律红线的前提下，他绝对会铤而走险，玉石俱焚。不必怀想似小花。反观傻女人郑爽的世界观就相对的简单了许多，她的世界里一直都是以爱情为主，事业为辅，甚至可以为了恋人而放弃自己的事业。她每次恋爱的时候总是表现得患得患失，展现出了一副惊弓之鸟般的小心和自卑，非常的弱势。在第一段恋情中，她和张翰同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种自卑和不自信的旅程。她居然会为了爱情去整容，去牺牲自己。这种不安全感让她要么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恋情，要么单方面宣布恋情的结束。小女人的脆弱和内心的挣扎不堪可见一斑。当年郑爽胜娜扎，跟着和胡彦斌混在一起的郑爽依旧是那么的不自信，搞得不少吃瓜的群众还没有明白怎么开始的，就迅速得知被结束了。这种不理解表现在他即便分手后依旧跟胡彦斌莫名其妙纠缠不清。这种实在拎不清理想与真相之间的傻女人，在讲究势力和算计的娱乐圈还是比较少有的。爱情大过天的他，居然还把跟胡彦斌恋爱的100件事都一股脑的写进了自己的书里。这样的表白和痴情，如果真的撞上了 Mr. Right， 便是王子公主般的皆大欢喜，彩蛋收场。怎奈何这样的举动依旧没有感动到胡彦斌，让卑微到尘埃里的郑爽注定再次沉沦到了爱情的海市蜃楼当中。黄河远胜黑河水，说实在的，郑爽真的算得上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了。她的桃花脸远远配不上她的桃花运，因此她的爱情即便都是轰轰烈烈的开始，也都是轰轰烈烈的收场，而且是相当的狼狈，相当的受伤那种。这不，相信爱情的郑爽最终还是栽在了腹黑心机男张恒的手上，倒在了痴心与爱情的身上。其实要是没有这些情情爱爱的磕磕绊绊，以郑爽的流量完全可以在娱乐圈长青下去，毕竟当年娜扎都不是对手。然并卵的是，这个郑爽实在是无愧恋爱脑的称号，这让她的人生平添了许多悲剧性的色彩。从郑爽的过往可以看出，她实在是一个直爽零心机的女孩。而张恒耍了一个小小的心机，就能成功的利用6个小时的背景录音来控制住了他的全家。可见郑爽的一家人都不是张恒的对手。万里梅云入郑家，我个人蛮理解郑爽发现张恒背叛自己的愤怒。当然，他一怒之下提出的弃养孩子的气话和傻话，被当成了铁证，也完全是不经大脑咎由自取。因此，整个事件的疯狂发酵、无限放大和舆论导向，都是他自己不大眼睛和脑子的最终苦果。还没到而立之年的郑爽，就早早的被爱情彻底毁掉了。这样的狗血剧情和结局，到底有完没完呢？要是张恒真的是为了孩子着想的话，绝不会继续抖露黑材料，搞臭孩子妈，然后让整个家事越发的失控。1.6亿的瓜注定还没完，2个孩子的母亲
没有被逼疯逼傻的话，恐怕爱情的深坑还没完，还会被张衡继续的深挖下去，越挖越大。这号男人的心，现在连双方的父母都无法控制了。不必怀想似小花，当年郑爽胜娜扎。黄河远胜黑河水，万里梅云入郑家。如果说比郑爽大4岁的赵丽颖离婚，就是为了活出自己心目中的模样，也就是说无惧颜值的流逝，但求才气的加冕。那么郑爽的离婚和受难，就是自己一次次掉进了自己粉丝梦想的爱情深坑当中。现实社会中所谓的爱情大过天，真的只适用于一种场合，那就是自己掉进了井里面，所以眼前一片天。庄子山木中提到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意思是说，君子交友不求私利，交情若水，平平淡淡，而小人交友肯定是利字当头，不讲道义。他们的交往全都是亲密无间的假象，醇酒一般的甘甜。当我们看到张衡在2018年就开始大晒爽甜的爱情和甘香的狗粮的时候，其实一切的悲剧都只是刚刚的开始。